魏小英就此在云深不知处安定了下来。蓝氏众人怜她年幼又乖乖巧巧的，天生嘴巴还甜，说出的话软软糯糯的，似乎还带着奶香味，生生融化了一众老古板的心。要说最开心的，当属蓝曦臣，他原本便有一颗地控之心，奈何在蓝忘机身上，一颗地控心没的发挥的余地，而魏小英的到来，又让他重新体验了一把带弟弟的乐趣。啪的一声响，蓝忘机被挥舞到胸口的小拳头惊醒，睁开眼，颇为无奈地看向成大字形瘫在床上的魏小英，认命地再度将他手脚摆正。说起来，魏小英的睡姿确实有些一言难尽，这般小小的人儿，也不知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，一晚上从床头睡到床尾，再从床尾滚到床头，这也就是蓝忘机睡在外头，绝了他滚落下床的可能，不然很有可能第二天得从地上爬起。他一动，魏小英便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，见是蓝忘机，嘟囔了一声哥哥，翻过身又熟睡了过去，以为自己吵醒了他。蓝忘机下意识平了平呼吸，见他也不过是片刻便已睡熟，眸中划过一抹笑意。此刻时辰尚早，远不到起床的时间。原本蓝忘机的作息甚是规律，到点睡，按时起，途中也几乎不会醒。可这些天因着魏小英，他倒是每晚总会醒个3、2次，醒了便不会太快睡着。蓝忘机起身准备去给自己倒杯水，脚还未来得及下地，便感觉自己的袖子被人给拽住了。哥哥你去哪？魏英，怎么了？蓝忘机垂眸见魏小英闭着眼睛，明显就是未醒，可抓着他袖子的手又分明无比用力，几乎是瞬间蓝忘机便明了过来。魏小英她是在不安，哥哥别走，我不走。伸出的脚又被蓝忘机收了回来。蓝忘机在魏小英身侧躺下来，轻轻叹了口气，将魏小英抱进了怀里。此前几天即使醒来他也未曾下过床，是以并不知道原来魏小英有那般多的不安。睡吧，不怕，我在那不甚熟练的拍了拍魏小英的背。蓝忘机尽量放柔嗓音，他不曾同小孩子接触过，这几天同魏小英相处也多是拿对待魏无羡的态度，可至此刻抱着怀里这小小的一团，才终于无比清晰地意识到，这个人真的成了个孩子，不再是那个气得他跳脚，带着一众世家子弟上蹿下跳的少年。魏英，好好的，慢慢长大，不及有幸能够参与你的童年，这一次我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到你。魏小英咂了咂舌，将脸颊贴在蓝忘机的心口处，嘴唇微张，不知嘟囔了句什么。蓝忘机并未听清，心下好奇，小心地将耳朵凑近，等了半晌未再有声音传出，正失望，便听得一声清晰无比的哥哥，吃鸡腿。蓝忘机暗暗反思，是不是这几日于吃食一道上亏待了魏小英，不然这怎么睡梦中心心念念的都是鸡腿，转而又有些窃喜。他叫了哥哥，是不是说明魏英的睡梦中也有他的身影呢？无意识抚了抚魏小英的发顶，蓝忘机决定明天下了学便带魏小英去采衣镇，管他鸡腿还是鸭腿，只要是他想吃的都让他吃过够。他正思考着采衣镇有哪些适合小孩子的吃食，便感觉胸口一凉，定睛一看，魏小英的口水浸湿了他胸口好大一块，他一时有些哭笑不得，又带了几分无措，最后又忍不住想，大抵梦里的鸡腿是真的很好吃。蓝忘机向来说话算话，哪怕有些话他并未说出口。他夜里做了要带魏小英去采衣镇吃鸡腿的决定，一下学便又第一个出了蓝氏。蓝启仁整理完课件，正准备找蓝忘机说些事情，抬头便又只见到了一个背影，顿时便有些郁闷。从前蓝忘机几乎都是第一个到最后一个出，怎么最近倒像是转了性？忽而想起这一转变似乎是从魏无羡变小入住境室之后才开始的，眸中划过一抹了然。他从前倒是没发现自家小侄子还挺喜欢小孩子的。蓝忘机并没有直接回境室，而是去了蓝曦臣的住处。他听学时，魏小英便由蓝曦臣照看。他到时蓝曦臣正在埋头处理公务，魏小英端端正正坐在桌前，手里拿了纸笔，正不知在写些什么，脸上沾了些许墨点，小花猫一般。蓝忘机眉眼柔合下来，静静看了半晌，
在他们同时割下彼时，才缓步上前，诞生到了句魏婴：“兄长，忘机来了呀。”早在蓝忘机踏入庭院时，蓝曦臣便已然察觉到，只不过是自家弟弟，没那般多的拘束。蓝忘机不出声，刚好他还有点点公务没处理完，便也没急着打招呼。蓝忘机点点头，顺手拿过桌上的茶壶，倒了杯水，递给蓝曦臣：“兄长可是忙完了？今日的差不多了。”见着蓝忘机，魏小英眼神一亮：“二哥哥，你来接我啦。”说罢也不待他回答，拉着他凑近桌面，献宝似的拿起自己之前写的纸张给他：“二哥哥，你看，我会写你的名字了。”看着纸张上大大小小的墨团，蓝忘机怔了怔。魏小英不说，他倒是看不出来这一团团的墨点是他的名字。当然，原谅他。魏小英说了之后，他也同样没看出来。魏小英仰着头，一脸期待地等着蓝忘机的反应。见他半天不说话，便有些急了：“二哥哥，你不喜欢吗？”确认墨迹已干，蓝忘机小心地将其折叠好置于胸前，取出帕子沾了水，小心翼翼地替魏小英擦了擦脸上的墨点。魏婴，我很喜欢不为那些看不出是什么字的字迹，只为你的心意，便足够我欢喜。真的吗？那你刚刚怎么不说话？魏小英嘟了嘟嘴，仰着头乖乖任蓝忘机替她擦拭。我的错，阿英，忘记刚刚大概是被你的字迹给震撼到了，所以才没有第一时间反应过来。他是真的很喜欢。蓝曦臣眸中笑意加深，最后几字有意无意加重了些发音，似乎意有所指。二哥哥，大哥哥说的是真的吗？似是觉得一个字不足以让人信服，片刻后又无比认真的道了声：“是真的。”嘿嘿，我就知道二哥哥你肯定会喜欢，我特意让大哥哥教我的。抿了抿唇，犹豫了一瞬，蓝忘机到底还是问出了心底的疑惑：为何是先学写我的名字？一般来说，最先学的都应该是自己的名字才对。他当初最先学会的便是蓝湛二字，因为我喜欢二哥哥，想先学会写二哥哥的名字。魏小英说的自然，蓝忘机却在一瞬涨红了耳，知他说的喜欢也只是单纯的欢喜，他仍是止不住一阵窃喜。蓝曦臣偏了偏头，目光停留在蓝忘机通红的耳垂处，好笑地摇了摇头：“他家弟弟啊，可要怎么办才好？”彩衣镇因着有蓝氏的庇护，自来便是喧嚣热闹的。蓝忘机从前并不爱凑这种热闹，途径时也多是目不斜视，而此刻因着手中牵着的那个四处打量满是好奇目光的人，似乎觉得这种热闹他也可以置身其中。二哥哥，我可不可以买朵小花花？可以。二哥哥，你看我好看吗？好看。哎，你们看，那是不是魏兄和忘机兄？是啊，怎么啦？咦，这忘机兄咋还给魏兄带了朵大红花呢？别说，还挺可爱的。忘机我不是，我没有，别瞎说。